你母后在的时候，常常跟朕说你很像朕年轻的时候，勤奋坚韧，从来不跟人家争辩，受了什么委屈，只会放在自己心里。便要朕平时多关心你。父皇，今日怎么突然说起这些来？但事实上，你跟幼儿不一样，你从小到大都不需要我们操心，谁家的诸侯王爷都不如你精明能干。幼儿虽然是嫡长子，虚长你几岁，却样样不如你。父皇，你母后和朕只怕朝中大臣非议，只能提携幼儿，推着他往前走。朕总想着父子同心，你不会计较太多，久而久之，忽略了你的感受。你不会怪朕吧？怎能这么说？儿臣不敢，儿臣能理解父皇的苦心。只可惜，幼儿终究是个扶不起的阿斗。朕决定立你为太子，但朝中大臣们，他们都极力反对朕破立太子。就算你真有千般不是，只要你勤于安政，克己奉公，朕相信你将来一定是个好皇帝。这一点，朕从来没有怀疑过。婴儿，你怎么了？没有。其实还有一件事情，我很想跟你说，婴儿，立你为太子，是朕这一生做的最正确的事。明鹤，这什么时候掉进个小虫？恐怕药品一收获，我让他们重新煎一碗，稍等。来，快点，快点啊！哎，不收了，不收了啊！今天就到这儿了啊！来不到的，明天赶早来啊！不知道，谦儿哥，咱们这不是白等了？先不要着急，我去和管事的说一说。哎，这位大人，我是从山东节度使衙门来的，名叫秦琼，特地给越王千岁送上贺礼，不知今日可否交付？我都跟你说过了，不管你是皇宫里来的还是哪来的，本大爷今儿不收了啊！赶紧拿走你的东西，赶紧回去吧！啊！大人，怎么说话呢？你，我锤死你！快走吧！
这不跟你一般见识。秦兄，秦兄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等是奉命从山东节度使衙门来的，为越王千岁送上生日贺礼。上次一别已有数年。是啊，李大人，越王千岁已经上马车了，就等您了。好，回王爷，我马上来。好，秦兄，告诫你一句，长安近日将有异变，如无要事，尽早出城吧。这是为何？在下所言非虚，还望秦兄谨记。告辞。哎，李兄，秦爷，您认识我们李大人啊？是。哎呦，真对不住您了。你看我这还小的是有眼不识泰山，没认出您来。好了，您可千万别见怪啊！哎，对，您的寿礼呢？哎，交给我就行了。在哪儿呢？给他。哎，给我是放心吧。拿着，不吹死你！我再吹！对不起大爷，对不起大爷。我不拿。哎，快把它拿进去，都放好啊，都放好了啊！好。下去吧。玉儿拜见皇上。进来吧。谢皇上。玉儿，你怎么来了？父王得知皇上龙体欠安，本想亲自前来，谁知边关动荡，父王就派玉儿先来了。儿时跟随父王，经常见将士受伤，就跟着军医学习了一些医术。玉儿可否为皇上把脉？好啊。脉象浮热，压制空虚，而红脉脉道称张。没错，正是中毒之象。可说来奇怪，这毒性温和，长期服用才会积累毒素，以致人气血亏败。可朕的进食都有专人品茶，又怎么会有毒物藏在其中？这就奇怪了。除了进食，今日皇上还一直在服用御医开的药方，莫不是这方子出了问题？方子，依我看，御医入药向来谨慎，应该不会。但这毒却为草药所致，不如我现在就去御药房看一看。好吧。玉儿告退。是给皇上煎的药，这一罐。果然是有天南星和白果这两位相冲之人。是谁负责给皇上煎药？不是我们御药房的人管。太子殿下为表孝心，每日都会派太子府的小路子前来煎药送药，以保万全。你说太子？是。高大人，大人，
晋王府书房里果然有机关。什么机关？数家后有一个暗道，暗道直通地下。哎呀，我就直说了吧。这杨过以前家中清廉，暗中去修了一座地宫，极其奢靡。这是我见到的。这是什么？是宣华公主的玉簪。什么？宣华公主一定是无意发现了杨过的地宫，才被杨过暗害，再嫁祸于太子殿下。果然如此。那接下来怎么办呢？我们现在就去面见皇上。走。秦二哥，咱别着急走啊。今天可是上元节，你看，刚才咱们送礼的时候，就听那些送礼的人讲，今天的那个花灯会可热闹了。你们看呀，就在前面不远地方吗？别闲着了，走吧。哎，走，二哥，走吧。哎呀，就是二哥，咱哥几个可不就是来长安看热闹的吗？什么新奇玩意儿都没见着，就打道回府，多扫兴啊！是不是啊？去吧，二哥。就是二哥。行，那就依你们的啊。咱们今天啊看灯会啊，不过记着啊，你们每个人看灯会的时候都低调一点啊。好，记住了吗？我们去前面探路了啊。走。伯爷，千万小心啊！去那边。慢点。瞧，把他们给高兴的。哎呀，走。好事。走。这干什么呢？啊？你们猜着了吗？没猜着啊！走吧，大家改天一起猜啊！你看我干嘛？你看这儿呀！你会吗你？那你看呀，你看，我猜中了。对不对？这位大爷猜中了。怎么回事啊？谜底应该是吃酒带醉，图财害命。是。我这儿挺好，来这儿吧。谢了，兄弟。慢走。咱们也走吧，去那边看看。那个灯干嘛他能呢？快点！这可真是捞着了，有吃有喝，白捡一吊钱花。要是照这么看，下回我碰见了，我也这么搞。请客。图财害命啊！吃元宵。下次。哎，我的元宵个大，馅儿又甜，让人看着真眼馋。一嘴一个，吃一碗，掌柜高兴了，就到找钱了。来一碗啊！哎，好。哎，这位爷啊，哎，来拿着，慢用啊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哎，我说这位爷，你吃我的元宵不给钱，还把我的钱都拿走了。谁拿你钱了啊？我那是猜中了。你什么猜中了？你刚才自己说的啊！元宵个大馅儿甜，让人看着真眼馋，一嘴一个吃一碗，吃完你还倒找钱。哎呀，谁乐意倒找钱了？不是，快把钱还给我！提贤弟，二哥，怎么，你拿人钱了？我没有啊，我猜中了。猜中了？哦，人家是做买卖的，不是猜灯谜的，还给人家。我猜中了。给我。伯爷。老人家，对不住了。哎呀，谢谢。别再闹了。我跟你讲啊，闹，丢人呢。兄弟，我是，哎，你呀，快别现眼了，连我都跟着你一起丢人。切！哎，这丢什么人了呀？给钱了啊！瞧一瞧，看一看，一文钱一纸
线，投中了大湖，您就能得1文钱；您投中了中间的湖，您就能得这半吊钱呢；投中了小湖，您就得1吊钱。如果您5个都投中了，5个都投中了，这片金叶子您就拿走。对，老板，您的意思啊？花1文钱，投中了就能拿这个金叶子？那可不，您这5个湖都投中了，金叶子您拿走。这好玩哎，这好玩，我玩这个玩这个。试试。我玩。哎，好好玩啊！我也来一个。来吧。怎么不带钱？谢谢。来，看看啊，看我的啊！这不进去呀！大家看我的吧啊！看我的。试。哎呦，可惜！快点儿！那也不行。我怎么给忘了？咱们身边就有一个神射手啊！哎呀，王大哥，二哥，王大哥，二哥，来，这边来。花1文钱投中那湖啊，咱们就能得一个金叶子。哦，王大哥，你可是我最佩服的人了啊！你今天要是不让大伙儿开开眼，人家还不知道你这神箭手的威名从何而来呢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王大哥，大家安静啊！大家安静啊！我大哥准备投了。安静啊！王大哥，投大哥。嘿。厉害吧？做梦吧！我说，这是5只狐，就是5只飞鸟，王大哥也一定能射下去。就是啊，太厉害了！那这金叶子是不是就是咱们的了啊？我这金叶子！哎呦，大爷，求求你了！耍赖呀！大爷，耍赖啊！你耍赖！还给我吧！刚才这规矩可是你定的，我王大哥可是5个全都投中了，你还想耍赖是怎么着啊？给我吧！还讲不讲道理了啊？给我！老板小本生意，挣钱不容易，金叶子还给人家，都走。对，谢谢大爷，还给我吧！容易吗？谢谢大爷！走。走吧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还你了，这我拿走了。行，别拿我金叶子就行。说了，各位乡亲父老，咱家是个山西人，出来到天子脚下，不为了别的，就为了这张宝弓。诸位，让下，有识货的吗？啊，过来。哎，壮士，啊，就这张弓。你这是卖呀？你要是给咱家钱，咱家还真不卖给你。但是，要是拉我这张弓拉5个满，咱家分文不取，送给你。这倒齐了。这就叫宝剑赠英雄，红粉送佳人。拉不开，咱家分文不取。咱家这叫做以武会英雄。你等一下啊，兄弟啊，我看这行啊，这拉弓射箭是咱们的本行。那可不是，这个才能名没得这彩儿，得把弓也行啊。快，试试去，快！汉子，你刚才说拉完5下，他就归我了。诸位都听见了？哎，看好，是不是？大家都看好了。那咱就试试吧。我也是山西人，俗话说得好啊，在家靠父母，
出门靠朋友。我是南山打过拳，我是北海踢过龙。今天，兄弟我不说别的，咱们就拉拉弓。快点吧，拉吧。喊个好啊！使劲啊！使劲啊！能不能拉开呀？能不能拉开呀？运气啊！用力！哎，等，我来啊！什么呀？你这是不用力？哎，我来啊！我没问题，看我的！看这手怎么样？哦，没事啊。1、2、起！这两位壮士，不行了吧？啊，还有没有在试的？你这弓有问题啊！他这弓有问题，大伙儿说是不是啊？啊！大家都看到了吧？他这是耍赖，他这弓是死弓，根本拉不开。就是拉不开，死弓，根本没人能拉开，你自己也拉不开。诸位壮士，诸位，如果咱家把这张弓拉开了，这张弓就不算是死弓了吧？啊！拉！二哥，你兄弟丢人了，你不能光顾看热闹。走吧，快进来，给兄弟长长脸呀！厉害呀！好，闪了啊！我二哥来了！我二哥来了！这位壮士，壮士，能否借你的弓一用？好。来一个！现场。壮士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么多年了，没有人能拉开我这张弓的。哎呀，秦二哥呀，你方才干嘛不多拉了一下呢？能把那弓给赢回来了呀！你以为都跟你似的啊？你这说什么话呀？没事瞎逞能，这下丢人了吧？啊？什么话？我跟你说，这只是个游戏，千万别当真啊！说得对，游戏就是个游戏。二哥说对了吧？前面还真有个好游戏。二哥，我先去了，告辞。走！你别走啊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
多谢皇上。两位爱卿，到底什么事？皇上，微臣一旦讲出，皇上万万不可动怒啊！说吧。是，微臣查出，太子殿下尚未晋王时，就在晋王府下修建了一个地宫啊！地宫？是。接着说。地宫之中极尽奢华，至今还藏着数百名女子。皇上，这与太子殿下一直宣扬的清平之态大相径庭啊！皇上，而且臣等还在地宫中找到琼华公主的玉簪呢。皇上，恕臣直言，我们怀疑，恐怕他图谋太子之位时日已久，阴谋行事。琼华公主正是被杨广所害，他还嫁祸陷害原太子杨勇。皇上。可是这地宫和玉钗也不足为证啊。皇上，密修地宫之事，即使不能成为佐证，但是足可以证明杨广图谋不轨。皇上，他不仅仅是陷害了元太子，而且现在还要害您呐，皇上！可是，皇上，玉儿查得怎么样？查出来了，吃药你没喝吧？啊，这碗药才刚刚端来，没有喝。这碗药里有剧毒。皇上，我刚去御药房，发现药渣中有天南星和白果这2味相冲之药，可今天的药比往日更加不同，有人下了剧毒。究竟是谁做的？我问过御药房的人，这药是太子殿下派人煎的，无人插手，可药渣却和御药房的方子完全不同。皇上，我怀疑下毒的人正是太子杨广。皇上，这都可以证明太子图谋不轨。他不仅害了元太子杨勇，现在他还要陷害您呐，皇上！好啊，没想到朕身边最孝顺懂事的儿子，竟然天天想着毒死朕，朕真是瞎了眼呐！皇上，玉儿还有一事奏明皇上。我父王进献给朝廷的48万两黄冈，是被宇文化及和宇文成都父子所劫。这背后的主谋，正是太子杨广。皇上，桌上有笔纸，高炯，替朕拟诏书，朕要废了杨广，重立太子。皇上英明。出去！出去！快出！再不死连你一块挂！皇上，出什么事了？快过去看看。我女儿啊！老人家，怎么回事啊？王大哥、谢大哥，你们看，怎么回事？他们原本我和我女儿高高兴兴的在街上看花灯，宇文会稽见我女儿长得貌美，就把她强行拉到府里去了，到现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呀！我的女儿啊！给你女儿！是我的女儿！哎呦，女儿啊，我的女儿啊！你死得真冤呐，女儿！真是岂有此理！女儿啊！哎呦，
我的女儿啊！哎，等一下，来啊，放车上。给你，这车我买了。我一个孤老头子嘞。老人家，这钱给您，您先带你女儿回家安葬，我一定会替你向那个狗官讨个说法，你帮他一下。好。女儿啊！狗官。杀！别动手！告诉我，一网病机在哪儿？上次就快说。畜生！王法无私，人自招。这写什么呀？众谁看？暗中朝，当烧明月云自开，杀却狂徒是新招。救命啊！怎么回事啊？进去看看，走。钱二哥，你们也来了。官，强请民女作恶多端，留他不得。先别说这么多了，这官兵未到，赶快离开这儿。说的没错，走吧。走。哦，走。来，快出来吧，我带你走。来。这不是上官迪给杨素送的寿礼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哎呀，你管他呢！咱替这些狗官呀，收了再说。好，哎，哎，我拿这个。哎，你们这手艺太快了！快走，快走，快！别人闪开！宇文将军传进来了，都给我闪开！大人，小人有礼了。让开，让开！大人，让开！小人有东西要献给大人。大人，咱家是个外地人，有祖传的宝弓，献给大人。好弓啊！多少钱啊？咱家这弓是献给大人的，不过咱家有个条件，您要是能把这张弓连拉5个满，咱家分文不取。但是您要是拉不开，这多少钱，咱家都不能给你。
大哥，你们先走吧，别管我了。不行，既然就你出来，怎能弃之不理？二哥，跟他们拼了吧！二哥，他是来要咱的命的。二哥，跟他们拼了吧！呀！二哥，何人竟有如此本领？这宇文成果然名不虚传。小子，敢渡我二哥！看着！兄弟们，往外冲！走！别去！阮籍是不是上策？住手！这女子跟他们不是一伙的，放了！兄弟们，走！